各位，这个世界越来越魔幻了。目前，美国与乌克兰正在就所谓乌克兰稀土等原材料进行谈判，而且今天就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协议。就在此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出面，他说：“你们美国不是需要稀土吗？我们俄罗斯有啊。”现在就看特朗普如何回复了。今天与各位来看一篇德国《世界报》的报道，作为吃瓜群众，看看德国人的无助与愤怒。乌克兰和美国显然就原材料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可能于周五会见特朗普。乌克兰之前拒绝接受与美国签署的原材料协议草案，现在两国显然已达成协议。特朗普梦想着达成1万亿美元协议，泽连斯基周五将前往白宫拜访特朗普。据媒体报道，在就原材料交易争执多日之后，乌克兰和美国目前据说已就合同细节达成一致。迄今为止，官方尚未证实此事。基辅的门户网站乌克兰真理报道称，双方已就美国从乌克兰获取原材料以换取华盛顿援助的问题达成新协议。报道称，该媒体已获得一份该协议草案。除了对高科技产品非常重要的稀土之外，还涉及美国能否获得乌克兰的石油和天然气。除此之外，乌克兰还有大量的锂和钛矿产，这些矿产对航空航天工业和电动汽车制造业非常重要。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初拒绝签署该协议，因此最近几天关于该协议的争论十分激烈。周日，他强调说，他不会签署一项10代乌克兰人都要为此付出代价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要求达成一项协议，作为华盛顿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战争的补偿。英国金融时报也报道了双方达成的协议。报道称，在所谓准备签署的版本中，不再提及美国的安全保证。乌克兰到最后一刻坚持这一点。法新社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代表的话说，乌克兰可能于周五在华盛顿签署该协议。美国已经删除了不利条款，特别是要求乌克兰提供总额达5000亿美元的原材料的条款。特朗普也谈到周五签约的可能性。我听说他想周五来，如果他愿意，我当然没问题。他想和我一起签署协议，我理解这一点。特朗普在白宫说。特朗普补充说，计划中的协议可能是一项1万亿美元的交易。他没有具体回答乌克兰应该得到什么回报的问题。相反，他提到了此前在其前任拜登领导下美国提供武器的事。特朗普说，拜登把钱当糖果一样乱扔，我们想要回那些钱。美国放弃最强硬的要求。因此，该协议并未包含美国对乌克兰安全的明确承诺。乌克兰政府代表解释说，协议文本包含一个一般性条款，声明美国将投资于一个稳定和繁荣及独立的乌克兰，致力于持久和平，并支持确保安全的努力。在基辅的乌克兰政府代表补充说，协议的细节目前正在制定中。根据这些信息，美国也不会对计划中的重建投资基金拥有100%的控制权，开采矿产资源的收入将流入该基金。据报道，该基金将由美国和乌克兰共同管理，因此销售原材料和港口以及对处理矿产资源很重要的其他基础设施的收入的50%将流入该基金。与乌克兰真理一样，《金融时报》也报道称，在达到5000亿美元之前，乌克兰流入基金的资金不应过多。报道称，华盛顿松口了，放弃了泽连斯基曾批评过的最苛刻的要求。报道称，基辅通过谈判为自己争取到了有利条件。该基金旨在为乌克兰的项目提供资金。该基金与原材料销售收入是分开的，原材料销售已经流入国家预算。该协议也不应与乌克兰和欧盟之间的其他国际协议相抵触。目前尚不清楚谁将签署该协议。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基辅外长西比哈和他的同行美国外长卢比奥正在举行会谈。《金融时报》则报道称，
泽连斯基将在与特朗普的会晤中签署协议。该报称，未来基金如何运作的细节仍有待澄清。在周二晚间的视频讲话中，泽连斯基只字未提所谓的与美国达成的协议。在纪念战争开始3周年的活动结束后，他感谢了盟国的帮助。国际伙伴不仅继续支持乌克兰，还要扩大支持。泽连斯基在 X 上写道：“这将帮助我们更快实现和平，保证永远不再发生侵略的真诚和平。”好朋友们，我浏览了一下泽连斯基在 X 账号上这条消息的评论，大部分都是支持他的，小部分反对。怎么说呢？一言难尽。呵呵。好，我们继续往下。他还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表达了感谢，后者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时要求美国进一步支持乌克兰。泽连斯基在与马克龙通话后解释说，乌克兰看到了法国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所做的努力。好，朋友们，现在来看看德语区网友的评论吧。第一条评论：欧洲人呢，我们也能得到原材料或补偿吗？下一则，这就是德国总理、经济部长和美国总统之间的区别。我们出钱，美国佬做交易。继续往下，太好了，那么美国人也应该提供军队来保卫原材料矿场。再往下，欧洲尤其是德国又一次竹篮打水一场空，但要养活100万乌克兰人。再往下看，大家可以对特朗普先生有任何看法，但对他来说，他的国家才是最重要的。他想要回自己国家的投资。德国更有可能问，我们还能给你们多少德国纳税人的钱？至于归还这些钱的保证嘛，现在是，将来也可能是虚构的。下条评论：美国和俄罗斯共享价值观，而欧洲人却被允许支付建设乌克兰费用，当然得不到任何回报。尤其是我们的专家们再一次一无所获，我们的纳税人不得不为此买单。继续往下，自2005年以来，美国挑起并升级这场战争的唯一原因就是原材料。我只举2个证据。第一，2024年6月9日，美国参议员雷塞·格雷尔姆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节目采访时说，乌克兰拥有价值10到12万亿美元的原材料，不准把它们留给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第2个证据，德国总理舒尔茨和美国总统拜登2022年2月7日在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拜登说，如果俄罗斯动用坦克和军队越过边境进入乌克兰，北溪2号管道将不复存在。补充问题，但具体怎么做呢？该项目由德国控制。拜登说，我向您保证，我们会处理好的。炸毁北溪2号管道后，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说，谢谢你，美国。再往下，现在最大的输家已经显而易见，那就是欧盟以及业余的外交政策。这里尤其应该提到德国，当然还有乌克兰本身。现在似乎正如预期的那样，赢家是美国。不幸的是，最终赢家是俄罗斯，而欧盟将为重建乌克兰新基础设施和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买单。通过遣返完全依靠社会福利生活的乌克兰人，至少可以节省数十亿欧元。这一点我还没有看到。恭喜特朗普，真的只能这么说，又一次向大西洋彼岸投去羡慕的眼光。下一则，从来就只关乎矿产资源。继续往下，迄今为止，欧洲承担了60%的支持乌克兰的费用，再加上帮助众多乌克兰难民，尤其是在德国。我们可曾想过有所回报？为了支持乌克兰，我们还取消了债务刹车，我们的学校、基础设施、铁路、养老金和医疗系统都没钱了。再往下，
美国安插的前喜剧演员在3年战争后卖掉了这个国家。从一开始这就计划好的，俄罗斯和美国瓜分了乌克兰，欧洲买单，一点蛋糕都没吃到，一切按计划进行。继续往下，美国为他们的援助确保了矿产资源，欧洲则免费提供海量的重建资金，就像迄今为止提供的支持一样。下一则，乌克兰正在被美国掏空，很快其他国家也会跟进，他们也想分一杯羹。乌克兰出卖了自己，泽连斯基出卖了乌克兰，这个国家和人民没有未来。现在乌克兰既无法拥有自己的自然资源，也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还不如与俄罗斯人达成某种协议，割让东部地区，继续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存在。若干年后，乌克兰人回首往事时会发现，他们已经一无所有，到那时为时已晚。泽连斯基将带着他的数百万或数十亿美元过上富足的生活。下一则，乌克兰，一个越来越不属于乌克兰人的国家，据说40%的农业用地已经落入贝莱德公司之手，现在石油和稀土也丢了，这就是一直以来的目的吗？对不起，我忘了，是为了捍卫我们的民主。继续往下，我们用德国纳税人的钱帮助乌克兰和乌克兰人，而美国人却独享其成。什么时候才能最终实现德国优先，或至少是欧洲优先呢？再往下 ，BMG 就是这样做交易的。与此同时，马克龙承诺欧盟将支付支持乌克兰的账单。好样的，美国有令人羡慕的政府。下一则，北溪2号是怎么回事？美国和乌克兰这两个对手，究竟谁给我们德国人造成了天量的损失？这一点还没有弄清楚。我们看跟帖，是的，我认为是这样。他们只是不想让德国尴尬，不想公开说是谁干的，也不想让德国知道。很不幸，我们对肇事者完全无能为力，因此对我们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肇事者们可能只会偷偷的笑，或作为对极端忘恩负义的回报，向我们收取各种保护费用和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政府可能不希望公众知道此事，并将其列为机密的原因。毕竟这不关德国人的事。众所周知，知识只是一种负担。下一则，有了这份协议，美国在技术上和物理上都处于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现在他们将要购买北溪1号和2号，并将在经济上完全控制欧盟。俄罗斯不在乎天然气卖给谁，以前是直接卖给德国，现在则是通过德国管道卖给美国。幸运的是，我们不再依赖俄罗斯了。太棒了，德国！继续往下，我们与3个最重要的国家搞砸了，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干得好，红绿灯政府！现在我们再也不用抱怨无人问津了。再往下，我们为什么还要担心乌克兰？泽连斯基投靠美国，那么美国也应该确保乌克兰的安全。乌克兰不应加入欧盟，而应加入美国。下一则，欧洲买单，特朗普和普京总统是赢家。单从领导人员就能看出，这在欧洲行不通。是的，亲爱的德国人，至少要工作到72岁才能退休，总得有人为此买单呀。继续往下，太好了，美国和俄罗斯共享原材料，欧洲则可以收留战争难民，并花费数千亿欧元来重建被炸毁的乌克兰。再往下，好吧，当欧盟收留半个世界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公民适用52种性别中的哪一种，并为规范意见和其他一切而烦恼时，其他国家则在搞地缘政治，确保原材料、未来和繁荣。然后
我们支付的账单却从来没有任何回报。如果由受意识形态驱使的外行领导，未来将是昂贵的。下一则，美国人从欧洲获得稀土，作为回报，泽连斯基在周五获得与特朗普见面的机会，他将俄罗斯重新带回世界舞台，并因此进入世界贸易。然后，欧洲被允许用安全部队防守矿山和边境，并将继续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不与俄罗斯做生意。现在，欧洲一无所获，并将在未来10年大规模扩充军备，因为出于俄罗斯人将在2035年入侵我们的意识形态。欧盟在战略上已走投无路，因此他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极其天真，而且战略家很差劲。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特朗普达成的交易有利于美国，和平到来，死亡结束。奇怪的是，欧洲的左派觉醒者和鼓吹战争的反外交的人并不喜欢这一点。好，各位，由此可见，现在大部分参与评论的德国人已经明白，花了那么多钱，提供了那么多武器，对俄罗斯进行了那么多制裁，最后欧洲人竹篮打水一场空，乌克兰却被美国及俄罗斯瓜分了。但这都怪谁呢？怪欧洲人弱智呗。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